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小人国。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世界各地的有名景点哦，我们一起出发吧。小人国顾名思义就是适合小小的人来到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是小小的人呢？就像你前面看到的，这边有很多世界知名景点的一些缩小版像这个是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东北角的一个灯塔，后面是一个迷你的港口。对，等于说来到小人国，你可以缩小版的看到台湾和世界很多各种各样有名的景点哦。像这个是台湾的高铁。小人国是1984年开幕，所以很多建筑模型的样貌都停留在1984年以前。这些港口、机场、水库的模型都保留在40年前的样子。像现在这个桃园机场是还没有第二航厦的那个样子，所以你看到这个机场是非常的小，而且飞机量也不多，是因为这是以前的样子。现在看到的是摘星山庄。摘星山庄是在台中市潭子区的百年老宅，建于1871年。鹿港民俗文物馆是台湾第一座私人博物馆，位于彰化县鹿港镇。它的前身是台湾5大家族之中辜家的辜显荣宅邸，建于1914年，很有特色吧？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原本是日治时期高雄市役所，建于日治时期的1938年。后来国民政府来台以后变成旧的高雄市政府，现在则是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接着我们看到的就是现在依然非常活跃的国立国父纪念馆。现在在纪念馆周边还是有非常多的活动以及音乐的演出，或是像有名的奖项的颁奖典礼也都在这里。那它的旁边就是中正纪念堂，同样的，现在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古迹，或是也是一个常常有很多的活动啊，音乐表演也都在附近的两厅院。接着看到的就是总统府，那总统府的这个建筑原本是日治时期的台湾总督府，后来国民政府来台之后直接沿用变成当时的总统府，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作为总统府的办公之处呢。现在眼前看到的是台大医院的旧馆，创建于西元1895年。那在1912年整建为文艺复兴的风格，是当时最重要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现代化医院哦。接着看到的是位于台北市新生南路上的台北清真寺，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建筑。那眼前看到的是彰化的孔庙，这座孔庙建于1726年，是当时清朝在台湾所修建孔庙当中规模最宏大的孔庙。接着看到的是板桥林家花园，这座花园是模仿苏州留园的设计，是目前台湾仅存最完整的园林建筑哦。看完了刚才的是迷你台湾区，现在我们来看的这一个地方，名字叫做迷你中国。
像后面看到黄黄的建筑，就是最著名的北京紫禁城。在紫禁城旁边可以看到的是万里长城的模型。眼前看到的是位于福建省龙岩市的永定土楼。讲到土楼就知道这个是客家人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这个圆形的土楼具有集体防护，也可以彼此联络感情、互相照应的这种功能。接着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江苏省苏州的拙政园。拙政园也是在苏州4大园林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园林。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山西省朔州市的佛宫寺释迦塔，具体修建时间不清楚，但是它是目前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的木塔。现在要去坐火车，我们要去看更多的世界各地的景点喽，吧。下了火车之后，一开始你会遇到的就是模仿日本奈良的东大寺的建筑，以及它旁边的七重塔。另外也有在现在韩国首尔昌德宫里面的延庆堂的这一个模型。嗨，大家好，我今天已经回到意大利了，我来到了比萨斜塔。开玩笑的，其实这个是一样是小人国里面的一个世界景区。其实过了一些游乐设施之后，还有更多的世界有名的建筑的模型，像这个应该不用说吧，巴黎的凯旋门、罗马的万神殿。那我个人是觉得这边的这个世界模型区，它其实是在整个乐园里面的比较后段的部分。在后段呢，其实可看的模型也非常多。这边的模型我自己是觉得也做得非常的精致、雅致，而且漂亮呢。我们现在正在坐船，我们今天用坐船的方式来游欧洲。
看完了欧洲，我们来看美洲。当然，这个美洲指的大部分是美国、墨西哥地方的有名的景点，大部分是美国啦。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区建于1992年，那时候的台湾基本上还是以崇尚美国这个地方为主，所以其实讲到所谓的世界，基本上还是以欧美国家为主。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美国的 NASA 美国太空总署的建筑。那看完了这些模型，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好玩的游乐设施吧。这个是急流泛舟，我一直很想做，但是当天没有做。当然还有一些类似碰碰车啊，或者是一些小火车，这些挺有意思的一些游乐设施。还有摩天轮。你们看后面这个是厕所，连厕所都做得这么的有意思、有特色。这个小火车其实也挺有趣的，所以呢，我自己决定也来做一做。那现在就全程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做看，感受一下小火车的样子。就这样玩了，很快吧。那旁边其实还有一些室内的游乐设施。那现在呢，我们是坐着刚才游着欧洲的小船继续往前行。游完欧洲会进入一个类似室内的一个灯光秀，旁边会有一些让人听起来很不错，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一些玩偶、雕像。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放松的地方。那这艘船就慢慢的来到我们当时出发的原点了，所以我们要准备下船。下船之后也可以看到旁边有挺多游乐设施的，还有我觉得非常华丽的旋转木马。那它园区里面还有一个是以埃及文化为主题的一个尼罗河园区，它外面有很多模仿埃及的一些雕像啊，还有是一些类似狮身人面都有，还有它的象形文字。但其实它这个景区最重要的重点是这个东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尖叫声吧。那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去做这一个啦，对，因为又基于一些年纪大了身体的原因，只能在旁边看。不过我觉得在旁边看其实也挺有意思的，看着坐在船上的人们，他们慢慢的上去，然后即将往下冲，然后那个感觉其实下面看的人也挺兴奋的耶。哇，好大的水花呀！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次这些人从上面冲下来的样子吧，哈哈。啪，水花真的非常的大，有一种爽快的感觉，有没有？那以上就是带大家来到小人国，一起来吃喝玩乐，虽然没有吃，但是也看了世界非常多景点的模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